好的，那么在我们解决完了这个单臂路由的配置以后啊，或者叫做 VLAN trunk 的配置以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停掉，然后我们把这两台设备啊，我们把这台设备要删除掉了，把这个3700删除掉，把这个路由器那我们也删除掉，换上我们的3层交换5700，换上我们的3层交换机，然后把这个接上，还是用0-1去接这个 PC1， 用0-2去接 PC2， 这个时候就可以显得高大上一些了，是吧？这个5700啊，上面全都是记忆口了。好了，我们先开启设备。我们说VLAN间互访的第3种方式就是3层交换啊，就是3层交换。那么对于3层交换来说，首先在这个3层交换机上，我们是可以找地方配 IP 了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是连通性检测啊，我们可以是并通的，做完单臂路由是可以通的。好了，我们来看这个3层交换的配置。那么对于这里边来说，由于我们少了那个路由器没有了，那么 VLAN 和 VLAN if 啊，我们说的那个3层的那个东西都应该配置在这个3层交换机上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其实3层交换机的配置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刚才说过，在3层交换机你要完成2层交换机的所有功能，所以说呢，在3层交换机上面啊，它已经启动好了。那我们来看，先写一个 sys， 然后 sys name L3 switch 啊，它是一个3层交换机。然后呢，我们说过啊，3层交换机要完成2层交换机的所有功能。那么这2个接口是不是还是应该归属于各自的 VLAN 呢？我要在这个交换机上创建 VLAN 10和创建 VLAN 20，然后将这2个端口分别划分进 VLAN 10和 VLAN 20。好，我们来看 VLAN bat 10、20，这个是不动的。这个是一样的，跟2层交换机的配置。然后 interface， 注意在这儿3层交换机啊，特别是我们的5700里边就是 G0-0-1 了，啊，它就是 G 比特以太口了啊，所以说 G0-0-1。然后把一个端口划分进 VLAN， 依然是 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10啊，依然是这样的命令。好，我们来看。配置起来依然是这样的命令 ：interface G0-0-2 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20。好，我们来看一下 display this 啊，依然是这样，没有问题。然后对于校验来说也是一样 ，display VLAN。我们可以看到，哎，是10和20里边分别有一个1和2，都是 n-tag 的。display port VLAN active 也是这样的。3层交换机必须能够完成2层交换机的所有功能，所以说在2层或者说在对于 VLAN 和端口的配置上没有任何问题，跟2层是一样的。那么关键在于，由于我们现在没有了路由器，我们说要把这个端口配在哪儿 ？IP 地址配在哪儿呢？配在那个 VLAN interface 上面。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创建并进入一个 VLAN interface VLAN if 啊，这个叫做 VLAN if 啊，然后你的那个 PC， 注意在这个 VLAN if 里面不再有命令对应的关系，而是说你这个 VLAN 是多少，你就要写多少编号。比如说第一个 VLAN 10，注意你现在进到的是 VLAN if 10，而不是 VLAN 10，这是个3层接口，在3层接口里是可以配 IP 地址的 ，IP address 192.168.10.124，你这个 VLAN if 依然应该是你的 PC 的网关呐。所以说你依然要把它给配个 IP 地址 display this。 好，我们来看就是这样，注意这是 VLAN if， 看提示符啊，如果你写 VLAN 10，看提示符上 VLAN 10，这个叫 VLAN if 10是不一样的啊。
在这里边你写 IP address 192.168.1.100随便或者10.124是不行的。告诉你这个地方告诉你是什么？没有这个命令啊，要看好提示。然后 VLAN if 20啊，这个叫做 interface VLAN if 20，然后 IP address 192.168.20.1.255.255.255.0，配置命令都一样。好 ，display this， 我们可以看到，哎，这里面也有了。那么你说3层交换机有了部分的路由器的功能，那么它现在有路由表吗？一定会有。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192.168.10.0/20.0/24，127开头的路由有2条，这个是系统生成的，但是系统不会再多余的生成像路由器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的路由功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虽然说它可以完成路由的功能，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限制的。啊，不同的设备啊会有不同的这个能力。好了。虽然说你有限制，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192.168.10.0 这条路由依然，你看它的接口是 VLAN 10，20.0这个路由它的接口是 VLAN if 20，也就是说，它把这个虚拟的 VLAN 的 if 接口啊 ，VLAN if 接口作为了一个真正的逻辑上的一个接口来完成一个操作，就像我们路由器上子接口也是虚拟接口一样。好了，既然你有了直连路由了，那么我们来看 PC 之间的通信关系啊，我们依然是可以通的，可以看啊，可以看到是通的。然后我们 tracer 一下，依然是第一跳啊到10.1，第二跳到20.100，第一跳10.1在哪儿？现在在交换机上啊，现在在192.168.10.1在这个交换机上了。注意啊，那么这个方式就叫做3层交换。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和网络里边，3层交换的做法是最多的。啊，在我们实际的网络中，3层交换的做法是最多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省掉路由器啊，节约掉什么呢？一部分投资，也可以节约掉这个大量的带宽，而且呢，可靠性也相对来说更高了一些。好了，这是我们的第3种解决方法，叫做3层交换来解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片子上面啊，我们的胶片上面呢，其实也就是这么样的，配个 IP 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校验连通性，对吧？拼肯定是能拼通的。好了，这个是我们的第3种解决方案。但是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点，并不是说所有的2层交换机都不能配 IP 地址，不能配这个 interface VLAN。这个要看什么呢？这个要看你的交换机的这个能力和交换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是看价格了。就是这个产品啊，对于我们的网络设备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Display Version。看我的这个版本叫什么呢？是个5700啊。这个 VRP 的版本是 V200R001C00，啊，就是这个是 V2 的一个，就是 V5.11。然后呢，它的小版本号啊是这个修订号是1，C 呢小修订号是0。那么在这儿注意看，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S570028C， 后边有一个 HI。我们的华为的设备，特别是交换机呢，它一般呢，它的交换机的版本呢，前边是告诉你硬件型号，后边的这个 HI 叫什么呢？叫做 High Image， 啊，叫做高端版本啊，或者叫高版本。它的版本呢，这个地方呢，一共有几个啊？你在实际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几个版本，有什么呢？有 LI， 有 SI， 有 EI， 有 HI， 啊，一般呢会有这么4个版本，有的厂商呢会只有 SI 和 EI， 那么在我们华为呢多出了这2个，一个叫 LI， 一个叫做HI， 这几个都是什么呢
Li 呢叫做什么呢 ？Li 呢叫做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Li 叫做什么呢 ？Li 叫做 limit image。Li 叫做 limit image， 就是受限定的镜像，也就是说它的功能是受限的，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少。然后 Si 叫什么呢 ？Si 叫做 standard 就或者叫做 stand image， 叫做标准镜像standard 标准镜像这叫做 Si。还有一个呢是 Ei 叫什么呢？这个不叫智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enhance image。这个叫做高级镜像或者叫做扩展镜像 enhanced。还有一个叫做 Hi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做 high image， 这个叫做最高级镜像或者最高版本镜像。一般呢这4个版本号这4个版本是出厂的时候随着你买设备去加入的。就是你订购设备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订购的是什么版本的这个 VRP 的这个版本是 Si 的，是 Ei 的，是 Hi 的，还是 Li 的？而且你订购的这个版本不一样，那么设备价格一般也会不一样。完成的能力或者说功能越多，那么它的这个价格越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同的版本里边能够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完成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3700里边，我们把它打开，我们拽出一个3700把它打开对于我们这个3700里边有可能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你有的同学说，为什么老师你那个3700就可以支持配个 IP 地址甚至于可以配置后面我们所介绍到的静态路由，而我的这个我们实际工作中我们单位买的这个交换机就不能配置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的版本有偏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接 display version， 看这个也是我的是3700H。face VLAN if 10 IP address 10.10.1.1， 随便写一个地址嘛，24。你会发现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这个是个 HI 的模拟器给出的是 HI 的版本。一般大家买3700或者买2700的时候，一般不会买到 HI， 一般会买到 SI 或者最多买个 EI。具体什么型号的什么版本可以支持什么样的功能，这个大家可以去咨询经销商。或者你到网站上华为的官方网站上去看官方的一个介绍，不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命令都支持，这个跟版本有关系。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微LAN之间到底如何去通信？好了，我们休息一下。